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家里铁锅生锈，不要再做废铁卖了，管不了几分钱还费力。你视它为废物，我却视它如快宝。如果你们还不知道废旧的铁锅该如何处理，我建议大家把这个视频看完。铁锅非常容易生锈，让大家都头疼。上了锈的铁锅处理起来非常麻烦，如果铁锈处理不干净，做出来的菜不仅啵一声影响口感，而且吃起来呢还有异味。那么铁锅里面的铁锈到底该如何彻底清洗干净呢？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去除铁锈的小技巧。学会了这个小技巧之后，保证你的铁锅呢能够被清洗得干干净净。而且这个小技巧非常简单，下面一起来看一下吧。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在养锅的过程中，有哪一些注意事项要特别注意？铁锅一旦出现大面积像这样的锈斑，就一定要及时的处理。经常使用铁锅并不会补铁，你们不要再相信了。人体所需的铁完全两个概念，反而过多的摄入铁锈或者是油脂油垢，反而会对我们呢造成伤害。所以今天的视频呢还会告诉你，像底部这种油脂油垢，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清除、清洗或者是清理。首先第一步，我推荐大家使用小苏打，它的清洁能力呢非常的强。我们将小苏打均匀的撒遍炒锅内部，小苏打的量呢一定要多一点，超市里边呢也就1-2块钱一袋，所以大家呢不用舍不得放。然后我们往小苏打的表面呢均匀的铺上卫生纸巾。铺纸巾的作用呢就是为了留住小苏打，使它充分的发挥作用。这会儿我们往有小苏打的地方呢缓缓的倒入少许的白醋。倒入白醋之后呢，能立即的与小苏打产生反应，会出现很多的气泡，这是正常现象，不用担心。气味呢会有些许刺鼻，大家可以戴上口罩，或者是远离口鼻。看看锅底有没有，已经有些许的铁锈呢被溶解开了，效果还不错吧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让它静置15分钟左右，使它们充分的发挥作用。这些也是为什么好多人推荐小苏打那么好用，但您用起来却不是那么一回事，就是没有使它充分的发挥作用的时间。时间差不多了，等到小苏打和白醋反应完毕，气泡减少了之后，我们用纸巾顺手擦拭一下锅体的表面。这里建议大家戴上手套清洗哦，有些许的灼热感，会有点伤手。然后取来钢丝球，用它在铁锅的底部摩擦，这样不一会儿呢就可以把表面的铁锈全部擦下来了。用这个溶液浸泡的时间越久越容易擦洗，我们只需要用钢丝球擦洗1-2分钟即可。铁锅生锈就是因为铁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了氧化反应的结果，这种氧化反应呢可以在铁锅的表面生成金属氧化物，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铁锈，而二氧化碳可以去除这种金属表面生成的氧化物。小苏打和白醋发生反应之后，就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，从而达到去除铁锈的目的。所以我们清洗擦拭起来呢就会轻松许多了。看，没一会儿锅底的铁锈呢就刷洗干净了。这会儿把脏水倒掉，然后将其放到流水下面冲洗干净。那么第一步准备工作呢就差不多了。好多人铁锅的锅底油脂油垢非常的厚，非常的黑，怎么办呢？烧也烧不掉，洗也洗不干净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用到家里面的砂纸，用它来就可以把这些油脂油垢抹得干干净净。如果大家试过用高温烧锅还烧不了的油脂油垢，大家可以用一下这个办法。只要我们把锅底的油垢清洗干净了，那么平时我们在烧菜的时候，导热性呢就会比较快，这样呢就可以节省烧菜的时间，节约不少的燃气，而且炒出来的菜呢也会比较好吃。
所以不要认为锅内干净了就可以了，还是需要我们要经常这样清理锅底的油垢。最后把铁锅用清水冲洗一下，可以借助少许的洗洁精搓洗，冲下来的水呢也会变得非常脏，这就说明锅底的油垢油脂被清理下来了。平时我们只要花个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把锅底清理干净了。如果家里的锅底有油垢了，就试试用这个方法来清理吧。接下来下一个步骤，正确养锅的做法。不管你的锅有没有生锈，这个步骤一定少不了。这个就是新锅开锅烤蓝的步骤。全程呢都开大火，先从中间的位置开始慢慢烤，烤的过程温度比较高，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，避免烫伤。当中线的位置开始变颜色以后呢，这个时候呢就要换位置，沿着锅的边缘呢慢慢烤。烤锅其实呢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去除铁锅里边的杂质。虽然说家用的煤气灶没办法达到那么高的火力，但是实际效果还是有的。这口铁锅只是生锈的比较厉害，油脂油垢其实非常的少，像那种油脂比较多的，这样烤一烤烧一烧立马就能烫发了。烤的过程大概15分钟左右，这也主要看你锅的厚度，锅越厚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。烤好了以后呢，我们把火关掉。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，关火以后呢一定要等它冷却。如果是平底锅，那么就需要等到锅完全冷却下来之后呢才能冲水，不然呢就很容易出现锅底鼓包变形的情况。好了，铁锅彻底冷却下来以后呢，准备一块百洁布，加入少许的洗洁精，我们把锅内刷洗干净。经过烤蓝处理后的铁锅，表面呢会附着着非常多的杂质或者是铁锈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洗洁精和百洁布，又或是钢丝球把它刷洗干净。好啦，现在锅内呢算是彻底的清洁干净了，可以进一步的保养操作了。将铁锅放在灶台上，开大火把水分烧干。这一步大部分人都知道，开锅以后呢一定要用到这个猪油皮，但是我发现居然好多人呢都不会真正的用它。猪油润锅的第一个重点，一定要开小火，不要开大火，然后呢不要着急下入猪油皮，先往锅里面呢倒入少许的食用油。大部分人操作呢都是喜欢直接下猪油皮，不放食用油，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猪油皮完全的粘在铁锅上。还有就是如果全程开大火下猪油皮的那一瞬间，厚厚的油脂就会凝固在铁锅上，不管怎么刷怎么洗都刷不掉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新手开锅的时候，这里一块黑那里一块棕的原因了。这样刷油的过程呢大概持续10分钟左右。之所以要用猪油，是因为动物油的吸附力呢比植物油更好，猪油可以起着加强的作用，用油隔绝氧气，这样铁锅呢就不易生锈，而且呢也不会容易粘锅了。时间差不多了以后，然后关火等它冷却下来。还有一个错误的做法，大家不要马上拿去清洗，这个时候锅里的油温非常高，一遇冷水立马就变成厚厚的油脂，刷都刷不掉。铁锅经过这样处理过后呢，就会把这层油吸得薄薄的，形成一层保护膜。这也是我需要跟大家讲解的。保养完以后的铁锅呢，使用过后，大家前面3次一定不要用洗洁精去清洗。保养完以后的铁锅表面呢，会有一层油膜，也就是它的金钟罩。所以后续在给铁锅做完保养的时候呢，这个细节大家要注意。有的朋友或许会问，锅底需不需要保养呢？也是需要的。不过锅底什么时候需要抹油，确实是有技巧的。只有一种情况需要抹油，就像类似于这种生锈比较严重的锅底，
那么日常铁锅保养或者是新铁锅开锅，锅底一定不要抹油。铁锅的锅底时常需要经过高温，如果天天抹油，那么就会形成厚厚的油脂油垢。所以10次保养可以抽取中间的1次抹油即可，等锅彻底冷却了就可以清洗了。那么接着清洗的这个步骤就不能用洗洁精了，就像刚刚说的那样，前3次一定不要用洗洁精，用清水稍微给它冲一冲，擦干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，再倒入少许的食用油，如果家里面有猪油的那就更好了。用纸巾将锅体的每一个面都涂抹均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这一口铁锅，是不是感觉焕然一新？对比前面的时候那么多的铁锈，这看着整个人都感觉舒服了。最后一步完成以后呢，不要立即使用，一定要放置1个晚上，让它充分的吸饱油脂，这样铁锅上面呢会有一层油脂，就不容易生锈了。好了，铁锅就这样保养完毕了。说了这么多，做了这么久，那么效果怎么样呢？接下来实际操作检验一下。锅中不需要放油，我们直接打入1个鸡蛋，等待鸡蛋定型，晃动看看，看到没？一点也不粘锅哦，结果非常的惊艳。铁锅这东西真的要学会正确的去保养，它才会越用越好用。是不是有人会问多久保养1次呢？频繁使用的情况呢，1到2个月保养1次即可。传承了1000年的铁锅不需要频繁的保养，都是越用越好用，越用越顺手的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，学会正确的养锅，铁锅才会越用越好用，而且还可以用一辈子哦。一锅传3代，人走锅还在。虽然现在的锅的材质呢五花八门，但是传统的铁锅依然是很多家庭的首选，因为铁锅抗造，而且炒菜香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了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